这条路真的是够烂，好多坑啊！整个车身的姿态特别稳。我还发现这车有个特别实用的功能，厉害了！本期视频的主题：30万国产豪华新能源 SUV 该怎么选？这也是很多网友关注的热门话题。那么话不多说，马上开始。那这个价位的国产中大型新能源 SUV， 那我的选择这台问界 M7， 而且是当前的热门车型。那我这个呢，也是个大热门车，小鹏 G9 实力派选手。那刚好呢，这两台车价格差不多，那就话不多说，直接开测呗。作为这个级别的国产豪华新能源 SUV， 那舒适性体验一定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那么小鹏 G9 和问界 M7在这方面，到底谁做得更好呢？实测见真章。这是一条全是大小坑洼的烂路，路况非常差。等会儿这两台车以相同的时速去体验，为了更直观的看出差异，我们还准备了道具。跑完之后，看看前后高脚杯谁剩余的水量更多。那这个环节呢，我们先从这台问界 M7 开始。问界 M7 呢，这台车它的悬挂的避震阻尼是可以调节的，我们直接切换到舒适模式。大家看见没？这个时候它的悬架软硬度是最软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它舒适性是最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表现到底怎么样。我们统一时速30公里每小时，慢慢出发。哇，这条路真的是够烂，好多坑啊！小震动处理还是挺可以的，但是哇，水洒出来了！这种大震动的话，这台车还是稍微有一些颠。哇，虽然是阻尼可调，但是感觉过大坑的时候还是稍微有点偏移。OK， 我们看一下现在还剩多少水啊？这个环节肯定我更强，绝对有信心啊！那小鹏 G9 它搭载的是双腔空气悬架，相比单腔空气悬架好处在哪儿呢？刚度是可以智能调节的，还有电磁避震阻尼也是可调的，这两个搭配起来能更大程度的去调节它悬架的舒适度和支撑性。而问界 M7 呢，它只有 FSD 可变悬架，相对来说它悬架可调的范围和程度会更小一些，而且悬架呢也更硬。咱们现在直接把小鹏 G9 调到最舒适的模式啊，准备出发。哇，水洒出来了，这个大小坑洼还是挺多的，但是这么大的坑洼，你要想车内一点水不洒出来，我觉得是不现实的。它能把车内的震动抑制到这种程度，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说明什么？双腔空气悬架还是真的挺棒的。结果烂路体验环节，问界 M7 前后排剩余水量分别为2/3和1/2左右，那小鹏 G9 前后排剩余水量为3/4和2/3左右。那结果就很明显了，那小鹏 G9 不论前后排在烂路上舒适性体验都要更好，看来空气悬架呢功不可没。问界 M7 前期没有贡献，确实挺可惜的。当然了，舒适性很关键，操控也不能忽略。为此，第二个环节进行18米绕桩对比，看看他们的操控表现如何。那这个环节呢，这两台车都保持相同的时速进行绕桩挑战，时速就控制在50公里每小时。为此呢，我还准备了道具。挑战之后呢，我们对比一下这两台车，谁的鸡蛋保存完好的数量更多，破碎的更少一些。目的就是看一看他们到底谁能又快又稳的完成挑战。这把我先来了，给刘康打个样，我们直接调到运动模式。OK， 这个时候呢，它的悬架刚度呢就会调节到最硬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把悬架高度调到最低。
让它的重心降低，这样绕桩的时候呢更稳。好了，一切准备就绪了，出发。OK， 提速很快，50了。第一个桩头，哇，很稳，就是不知道鸡蛋撑不撑得住啊。整个车身的姿态特别稳，马上最后一个桩头，冲线。相较于这个个头，小鹏 G9 的操控真的挺让人惊喜的。那首先就是这个动力真的挺猛的，那在快速绕桩的过程呢，悬架的支撑性做的也挺棒的，不会晃晃悠悠的。那小鹏 G9 呢，它采用了双叉臂前悬架，它的下支臂呢采用的是解耦的双球节形式，和很多德系豪华车比较像。那解耦的形式呢，也让它的悬架行程有更大角度，参数更精准的调教。而且双叉臂呢本身还有一个先天优势，就是在悬架行程比较大的时候，能够尽量的去增加轮胎和地面的接触面积。那另外呢，它的悬架还采用了很多铝合金材质，减轻了簧下质量，这些都是为了提升操控而做的。在这方面，小鹏确实用心了。18米绕桩环节，小鹏 G9 鸡蛋仅碎了1个。再到我这一台问界 M7，但是我没想到，就是这个小鹏 G9 居然只碎了1个鸡蛋，哇，这对我来讲还是有压力的。咱们就切换运动模式，因为在运动模式下，这个时候它的悬挂阻尼呢是最硬的。看一下表现怎么样，准备走你。我感觉它的侧倾是有点明显。刚刚在绕桩过程中，非常明显的一点就是这台车虽然它是有电磁避震器的，然后在运动模式下，虽然它的阻尼更硬一些，但是还是能够明显感觉到它的侧倾，所以车身的晃动比较多一些。哇，看起来感觉不太妙啊。然后另外想说的一点就是我个人不是很满意的地方，其实这一台问界 M7 价格也真的是挺高了，但是前面还只给到了麦弗逊的悬挂，而且都是用了一些铸铁材质。相对这个价格呢，我其实是有点不太满意的。OK， 让我们靠边看一下结果怎么样。结果绕桩环节，问界 M7 很遗憾，鸡蛋破碎了5个，所以操控环节小鹏 G9 还是更胜一筹。那前面2个环节我输了呢，那我就认了。毕竟呢，在底盘用料这一块，小鹏 G9 呢确实要做得更好些。但是智驾这一块，我绝对不服输，因为这个是我的强项。话别说太早啊，我这小鹏的 XNGP 智驾也很强的，不信，那咱们就去试试呗。为了体验2台车的智驾表现，我们决定在相同高速路段都开启智驾，直至下高速看看它们表现如何。首先，在最基础的车道居中保持环节，对这2台车来说都是小菜一碟，都能居中行驶，方向盘调整得很细腻自然。那小鹏 G9 它整个车道居中保持做得很好，包括它在屏幕上的显示都能很清楚的看到你是不是在车道居中的位置，这个就很棒。进入匝道开始缓慢减速了，看看它在匝道表现怎么样，自己在缓慢行驶。哇，在这种大曲率的匝道上，它的车道居中保持做得依然很棒。面对前方慢车呢，2台车也能够快速果断地完成快速变道超车。刚刚突然有个车就加塞过来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呢。不过还有小鹏 G9 它及时识别到了，然后减速进行了避让，处理的还是很果断和及时的。OK， 下高速了。那从这2台车高速的综合体验来看，它们的智驾表现都非常棒，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不过呢，我还是想说，问界 M7 呢只有28.98万以上的配置才有高速智驾，而城市智驾呢是需要选装的。但是小鹏 G9 呢是全系标配了高速智驾，而且城市智驾呢现在也是免费送，不用花钱选装，这点真的是太厚道了。OK， 我们现在城市 NGP 已经开始了啊！哇，前方有一个这个3轮货车，它直接就开始向右变道了。OK， 红灯，哇，这个3轮货车
直接加塞过来了，有点过分啊！他自己能够寻找，看右边车道没有车，他也自己就过来了，哇，这个反应也太迅速了。马上前面路口是左转啊，看看他是有什么样的反应啊。现在车流量还挺大的，哇，你加塞好过分呐！又来加塞，我去！好，我们这个路口是要左转啊 ，OK， 很快，反应很快，没问题啊，兄弟。刹车很丝滑，一点也不会让人难受。左转灯还没亮，但是前车现在在往前行驶，进入待转区，然后它也跟着前车一起走，真的很人性化。OK， 绿灯亮了，我们现在继续通行，准备跟随前车继续行驶。哇，太丝滑了吧，直接跟着就走了，点个赞，真点个赞。现在路况变得更复杂了啊，好多电动车，只要它识别到电动车占用了本侧车道之后，它都会有个避让动作啊。前面现在电动车横穿马路了啊，现在减速了。没问题，它会等待这个行人还有电动车通行之后啊，进行避让之后，然后再紧接着通行。说实话，小鹏的城市智驾也挺好用的。最重要的一点啊，小鹏的无线 XNGP 呢开始推送了，没有地区限制，哪都能用了，使用场景更广也更实用。另外还想说的是，小鹏的 AR 代驾功能真的太好用了，手动驾驶记录路线之后呢，就可以进行 AR 代驾，非常方便，能让常用路线呢越来越好开，越开越聪明。那除了智驾之外呢，智能座舱表现怎么样也是大家关注的重点。所以接下来我们对这两台车进行智能语音计时挑战赛，特地为他们呢准备了10条智能语音，看看他们谁能又快速又准确的执行指令了。那先从我这台问界 M7 开始挑战，咱们准备开始。小易，你说空调开到20度，风量2档，调到20度啦，风量调到2档啦。搞定。关闭主驾车窗。好的，正在关闭主驾。打开主驾座椅通风。好嘞。我好热。打开主驾座椅通风，需要帮忙调低主驾的空调温度吗？是的。调低到18度了。导航去南京。找到啦，规划前往明天北京的天气怎么样？路线，小一提醒，北京市明天阴转中雨。附近有什么好吃的？22度到。选第几个呢？也可以说下一个。给我讲个笑话吧。世界上最绝望的事情，他真的可以啊！15乘以3加10等于多少？取时，猛然发现等于55。哇，这么快！车外是什么车？一起去车主指南看看吧。车外是什么车？问界是 iTO 品牌打造的产品系列。最后一个指令，他没能识别，没能完成掉。然后另外一点，我说我好热的时候，其实他已经理解到。我需要降温，然后需要空调温度调得更低一些，但是它需要我再次确认一下。我下一次希望它能够自己的执行，那就更好了。那总体来说的话，问界 M7 它整体的语音表现还是挺不错的。问界 M7 有了华为的加持，在智能化这一块表现确实挺好的。但咱小鹏也不弱啊，直接开始啊！空调开到20度，风量2档。前排温度和风量调好了。关闭主驾车窗，打开主驾座椅通风。好的呀。主驾车窗和座椅通风调好了。我好热。前排温度调到最低了。导航去南京。明天的天气怎么样？是否导航过去呢？附近有什么好吃的？24度至31。好的。我们去第几？给我讲个笑话。这个你讲过吧？为什么电脑15乘3加10等于多少？15乘以3加10等于55。车外是什么车？能不能行？能不能行？小 T 先尝试看一下，这辆车是一辆性能卓越的黑色奥迪。OK， 品牌都能识别到。小鹏 G9 全部语音都能识别，而且识别速度还挺快的，而且它还可以20秒连续语音识别，能够快速执行。这点甚至比刘康那台问界 M7 表现还要更优秀。那还有啊，它还可以识别车外的东西，这点就很有惊喜啊。那小鹏 AR 天气系统升级后 ，AR 小 P 变得更人性化了，不是那种很冰冷没有温度的机械感，它是真的可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无障碍沟通交流，可以给你提供像人一样的座舱服务，这点小鹏真的做的挺优秀的。
OK， 那最后来做个总结啊。那在30万级国产高端新能源车型中，问界 M7和小鹏 G9呢都是比较不错的热门车。但是通过今天的测试，我觉得他们两个还是有些差异的。对，说的没错。那我先来讲一讲我这台问界 M7啊，其实智驾体验方面确实做的是比较不错的啊。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想要城市智驾的话，你还得另外花钱选装。那这个价格呢就更贵了一些了。这台车整体的调教是偏向舒适的，但是操控确实相对比较一般。那相对这个价格来说啊，它的底盘用料这一块，我觉得还可以再优化优化。那要说驾驶底盘方面呢，小鹏 G9就厚道多了，毕竟人家空悬、电磁减震器都给你了。而问界 M7呢是全系没有空悬的，因为有了空悬的加持，所以日常舒适性呢，小鹏 G9 做的也更好一些，底盘呢也更高级一些。而且小鹏 G9 呢还有前双叉臂独立悬架，操控感呢也有了明显的提升。至于智驾方面吧，我觉得和问界 M7不分伯仲吧。但是差不多的价格，小鹏 G9 不仅给了高速智驾，还给了城市智驾，这方面呢要更良心。所以综合来看，小鹏 G9 的产品力是更全面的。对了，还有价格，目前小鹏 G9 最高有4万的购车权益，包括最高现金优惠2万、置换补贴、以旧换新国家补贴，以及8折选装双腔空悬等等福利政策，而且可以做到零首付、零利息。那这么算下来，小鹏 G9 的性价比就更高了，更值得推荐。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结束。别急啊，还有彩蛋呢。我还发现这车有个特别实用的功能，离车自动泊车。那当我们遇到特别狭窄的车位无法下车，或者是你着急赶着去上班的时候，把车往这一丢，你人走开，它自己会停到车里。演示一下。厉害了。